我现在是真心喜欢你，我爱你。你相信我好吗？啊！你太过分了！尚君，你现在这样自暴自弃，真的让人很心痛。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爱的是厉仲谋。我5年前爱的是他，我现在爱的也是他，我从头到尾爱的都是他一个人。你明白吗？是梧桐小姐吗？她还没有结账，一直在这里吵闹发酒疯。我们店里好几个客人都被她给吓走了。这是账单。梧桐，给你。啊，谢谢。我还没喝完呢。谢谢啊。大中午的喝成这样，走了。我们再喝。走了。哎呀，我要再喝。再给我来点酒，哎，再给我来点酒。喝完了就什么都忘了。向军，走了，走，我送你回家了。我不要。起来。梧桐，梧桐，梧桐。来，擦擦脸。哎，起来，擦擦。不要。起来喝水。来。不要不要。喝一口水啊！哎，行。哎，你喝醉了。我没醉。从小，为了跟我爸对抗，我可以什么都不认真。他说，如果我这样做人的话，一定会很惨。终于说中了，这是不是我的报应？是不是我的结束？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松手！啊！我第一次想对一个人认真，我第一次想好好的爱一个人。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他哪儿比我好？啊！我不放！放开！我最早是想利用你攻击厉仲谋，可我很快就陷进去了。我早已经忘了，我忘了那个初衷。我现在是真心喜欢你，我爱你。你相信我好吗？啊！你太过分了！尚君，你现在这样自暴自弃，真的让人很心痛。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爱的是厉仲谋。我5年前爱的是他，我现在爱的也是他，我从头到尾爱的都是他一个人。你明白吗？喝杯牛奶吧，对睡眠有好处。今天中午的事，彤彤的命不错。黄教授说她以后命带龙强，非富即贵，将来会比我更出色。这里面是黄教授选出的字，合了彤彤的八字，说可以在里面选。厉洛生怎么样？听起来好绕口。哦，这样好吧。那厉玉瑶怎么样？
不够气派。立铅笔，笔画好多，以后如果被老师罚写，不是很吃亏吗？你经常被老师罚写呀？我从小到大在班里都是当班长的。那这个呢？利安迪。好像女生的名字。名字真的好难选啊，你来定吧，叫什么都好。名字是一辈子的事，当然要慎重一点了。前段时间在金融界闹得沸沸扬扬的乐嘉酒店对向豪帝都注资事件又出现了新的变动。据知情人士透露，乐嘉酒店并不是真正的出资者，真正的幕后资方是力士集团。这意味着力士集团现在已经成为向豪帝都背后的真正掌舵者。向豪帝都背后的注资人是你啊？叫厉星宇怎么样？你是怕向氏不接受你的注资，所以用乐嘉连锁酒店来取得他们的信任。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在家里谈公事？而且我不喜欢你质问我的语气。彤彤的名字就叫厉星宇好了。你好，请问一下，向义先生的病房是哪一间啊？前面左转，走到尽头那个房间就是。哦，谢谢啊。啊，没事。湘君，你还好吗？我听说你父亲病重入院，所以想来看一下，顺便代表仲谋说声对不起。你说你代表谁？仲谋。你不要在我面前说他的名字！你放手啊！凭什么让我放开？啊？凭什么让我退让？凭什么只有我失去我所爱的人？我为什么要让？啊！为什么要让？湘君，你别这样。湘君，好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别这样。对不起，对不起。湘君。厉志宁要走了，我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有脸来见他。这是我跟向义之间的事情，与你无关。你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你是他的儿子，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你。他当然需要我，否则可能活不过今年。你这是人说的话吗？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厉志宁，你想没想过为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忏悔？你给我记住，你让我失去的，我会加倍还给你。你永远成不了向家人。老李，开车。
如果不是我，他也不会死。是我害死了向俊的妈妈。哦，向律师啊，你好，你好。我有个案子要你查，不过有点难度。没问题，你说。我要你查的是29年前的一桩旧案，符号向义的太太方永贤车祸案。为什么突然要查这个案子呀？当年的事……我只是问你，能还是不能？哎，这个案子呀，当年是我办的。有时间碰个面吗？当然可以。1个小时以后，丰晚茶楼。好。先生请。你好。你好。坐吧。好。请问先生要点什么？哦，就这个。你怎么突然想查你母亲的案子？我只是想知道内情。你想知情也合理。这个就是当年那个案子的资料，一些大致的经过，这上面都有记录。先生请慢用。好，谢谢。当时车上不止我母亲一个人。对，是2个人。你母亲当场死亡，那个女的没死，她活下来了。她是谁？那个女人姓厉，当时传闻和你的父亲有暧昧关系。我记得当时我们赶到车祸现场，这个姓厉的女人被卡在车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她救出来。后来医生说她的腿保不住了，她还又哭又叫。再后来看到你母亲的尸体抬过来，她突然叫不出来了，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你的母亲，浑身在发抖。当时谁开的车？应该是你母亲。你母亲坐在驾驶座上，而那个姓厉的女人坐在副驾驶的位子。汽车是因为超速追尾，撞到前面的一辆重型卡车，车头完全被撞变了形，凹进了车身。撞击的时候，车身发生了一些偏移，因此那个姓厉的女人这边情况要稍微好一些，她只是被卡住了腿，保住了性命。如果这个女人在撞击的时候突然击打方向盘，好让自己坐的这一边能够逃过强烈撞击，有没有这可能？有可能。事后我们也问过她，可是她当时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也没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后来根据鉴定，汽车撞击的过程几乎没有刹车的痕迹，当时的车速也比较快。按照汽车的行驶路线来看，汽车应该是从上面的坡道一路冲下来，直接追尾了。因为开车的人是你母亲，所以她是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厉女士当时做了什么无法界定，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了。你刚刚说，车子是直接从坡道上冲下来的，车速很快吗？对，我也觉得奇怪。按理说，汽车在下坡的时候应该减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车速还是那么快。你的意思是，我妈妈的死或许另有隐情？这个不好说。这的确是一场意外的车祸，不是人为。但是其中的内情我们不得而知。我觉得呀，你要是真想知道，不如去问问这位厉女士。问她，她会说实话吗？她会承认自己破坏别人家庭，害死了我妈？我要你帮我查清楚这件事所有细节，包括他们3个人的关系。向律师，其实这是你的家事。如果你真想知道真相，不如问问你的家人，或许会更有用。你什么意思啊？事情过了这么久，当年什么都没查出来的案子，现在你能查到什么？
就算是当年厉女士情急之下动了方向盘，那也可以看作是人的本能啊。去他的本能！你怎么不说他有害死人的本能啊？就算是有，现在事情隔了这么久，你也做不了什么呀。我会让你知道我到底能做什么。你母亲坐在驾驶座上，而那个姓厉的女人坐在副驾驶的位子。汽车是因为超速追尾，后来根据鉴定，车子撞击的过程几乎没有刹车的痕迹。喂，夏先生，陈医生，结果出来了，你能来一趟医院吗？好，我马上过来。爸，你醒了？啊？怎么不在床上躺着？躺得太久了。来，一起坐下，听听陈医生怎么说。情况怎么样？是这样，情况不太乐观。我们把你的血样和向老先生的做了一个对比。各项数据显示呢，你不适合为向老先生提供肝脏。怎么会不适合？按理说，直系亲属中配对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很遗憾的是，你们虽然是父子关系，可是血型不同。你父亲是 Rh 阴性 O 型血，你呢是阳性 O 型血，所以不适合做肝脏移植。怎么会这样？天意。那赶紧找其他肝源啊！向老先生的血型是非常罕见的，在全市也找不到几个。就算是找到了，素昧平生，谁愿意把自己的肝脏捐献出来呢？我可以出高价。祥俊，有些事情也许早就是注定的。听天命吧。天命？什么是天命啊？难道我的天命就是29年前失去我母亲，现在再失去我父亲吗？那你们在这儿先慢慢聊啊。祥俊，你有这份心，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些年我欠你们的，你妈死得早，我愧对她呀。我想知道，你跟厉志宁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厉仲谋明明比我大1岁，为什么结婚的却是你和我妈？这件事要怪，只能怪我当年一念之差。厉家3代经营珠宝，我是因为一条珍珠项链认识了厉志宁，我俩一见钟情，很快就成了恋人。可是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脾气非常暴躁，我们2个经常吵架，我忍受不了他，就提出了分手。我们向家和你外婆家是世交，你母亲从小呢就很喜欢我，在我跟厉志宁分手的那段日子里啊，她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不想辜负她。在这期间，厉志宁一直苦苦纠缠，我为了摆脱他，就和你母亲很快结了婚。没想到这个时候，厉志宁找了过来，他说她怀了我的孩子。厉仲谋，
是。起初我以为是他在骗我，没想到他真的生下了我的孩子。我明确地告诉他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可厉志宁他不接受这个事实，他不惜一切地想破坏我跟你母亲的生活。他都干了什么？当时相氏的生意已步入正轨，但因为他从中破坏，你的母亲几乎赔尽了她娘家的所有家当，但仍然无法令相氏起死回生。再后来，你母亲因为车祸去世，厉志宁也因此瘫痪，他才放弃了自己疯狂的举动。因为我妈死了，他已经达到了报复的目的。不管怎么说，是我对不起你妈妈，也伤害了仲谋。现在你们兄弟两个也因为我们的恩怨而变成仇人，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已经太晚了。湘君，别急着走，再听我说一句。你跟仲谋都很喜欢那个吴小姐，但是我看得出来，仲谋这次是认了真的。能不说他吗？你放手吧。为什么让我放手？为什么牺牲的人从来是我？因为吴小姐选择的是他。那是因为他被他迷惑了。你现在这样继续反击，不愿放手，不是又让以前的事情重演吗？既然他是你儿子，那他应该救你。你觉得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要求他吗？我宁可就这样去见你的母亲。只要你今后的日子不要活在恩怨中。我一定让他救你。来喝一杯吧，这是你最爱的红酒。你找我什么事啊？有什么话直说，我们之间不用那么客气。我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你对厉仲谋到底还有没有感情？我爱过他，你是知道的。我爱他爱得深，伤得深。假如现在问我，还会不会痛？如果说没有的话，那绝对是骗人的。怎么突然问我这个？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你电影的首映式上假扮情侣，后来登上了各大报纸，好好的给你电影炒作了一把。向大律师，我已经谢过你很多次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们可以再办一次。你当我的女朋友，我要让全世界人知道我在追你。我要你正式公开你跟厉仲谋分手的消息。你要我公布跟厉仲谋分手的消息？对。向军，你到底在搞什么花样？你别告诉我你是又爱上我了。跟你说实话，我是为了想让厉仲谋相信我放弃梧桐，让他对我失去戒心。又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还真不简单。你不是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吗？她怎么又突然成为了你的棋子呢？我已经看清了，既然梧桐不爱我，我没有必要苦苦纠缠她。你舍得吗？我必须面对现实。如果我要是有你这个觉悟的话，就会少了很多的心痛和眼泪吧。既然不爱了，就放手吧。OK， 我懂了。我帮你，我有什么好处呢？你不想报复吗？这么多年，我都想成为厉氏的女主人。我用尽所有的感情和精力去讨好他，取悦他。我对他的感情深到我自己都无法理解。自从分手以后，
我用尽了各种办法想去保守这个秘密。第一，我不想让它影响我的电影；第二，是我自己心里根本就不想承认这个现实。至于报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告诉你，不值。一句不值，就总结了我这么多年的感情。果然是向大律师，口才过人。安迪，你好好想想，与其说过段时间被外界知道你和厉仲谋已经分手，还是输给了一个孩子的妈，为什么不主动出击，以高姿态公开分手，你抛弃他呢？况且你的新戏票房这么火，这个分手的新闻可以掀起大众新一轮的对你个人以及影片的关注。让我考虑一下吧。我们当朋友当了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诚心请你帮个忙。就算你不念及我上次陪你假扮情侣，也不应该忘了我们的旧情吧？向大律师连旧情这张牌都打了。OK， 我投降。事成之后，我一定请你吃顿大餐。加油加油！跑得真好，你看看跑多快！丽姐，哎，彤彤，玩具车好玩吗？彤彤，奶奶陪你一起玩好不好？奶奶要和彤彤一起玩吗？是啊，彤彤愿意奶奶陪你玩吗？太好了！准备好了吗？好了，开始。彤彤，好啊！加油加油！哎。撞车了，奶奶撞车了！陈伯，把这些鬼东西给我扔掉！彤彤，你惹奶奶生气了，快给奶奶道歉。不能扔，这些是向叔叔送给我的。不许在我面前提向叔叔！陈伯，你耳背了吗？赶快扔了它！不许扔！英姐，把他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出来。奶奶是坏人，我讨厌奶奶，奶奶是坏人。喂，陈伯，彤彤啊，被丽姐关起来了，哭得很厉害。您什么时候回来一下？又怎么了？电话里说不清，您最好回来一趟。这次比上几次都严重。我这可是背着丽姐打的电话呀。我马上回来。跟他们说我有急事。好的，李总。备车。好的。厉总，你可回来了！彤彤被关在房间里啊，声音都哭哑了。怎么回事？彤彤玩车一时说错话，说奶奶撞车了，然后就犯了丽姐的忌讳。把彤彤抱下来，不要带她走。是。不准！妈，小孩子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如此顽劣任性、目无尊长的孩子，就应该好好的惩罚。彤彤还小，难免会犯错。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你何必要这样呢？彤彤不是外面的野孩子，他未来要继承厉氏的家业，所以他要比一般的孩子更努力、更好，才能承受更大的压力。你望孙成龙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彤彤的感受呢？我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我看你倒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自从那个女人带来这个孩子，
上了你的床，你就被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你不注意自己的言行，还严重放纵下一代。告诉我，过去那个精明冷静的厉仲谋上哪儿去了？以前的厉仲谋失去的太多，活得太痛苦，所以他现在要学着把所有失去的一点一点的找回来。更不希望彤彤像他一样有那样的童年。我只希望彤彤的童年可以快乐，至于他的未来可不可以成大器，那要看他自己的意志。所以我也希望你这个做奶奶的可以尊重我这个做父亲的心愿。我看你是被那个女人迷昏了头。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吗？最怕的不是你逼我去念书，最怕的不是你要我读那些大量的进修课程，我最怕的是我一个人被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面，而恰恰把我关进去的人，就是那个我最依赖的妈妈。我的童年是那样的孤独，在绝望中度过。那种隔绝和孤独感，让我找不到一丝的温暖和快乐。是，现在在所有人面前，我都是成功的。可是我并不快乐，我只是你手里的一颗棋子，一个证明你自己的工具。你想指责我吗？啊！我没有指责你。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你原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给我温暖、最让我依赖的母亲。可是这些从小到大，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你知道我有多羡慕别人家的小孩，不是因为他们有父亲，是因为他们有亲人的关爱。我从小努力读书，拼命的工作，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就是希望可以得到你的赞美，然后可以得到你的一个拥抱，或者是关爱的眼神。可是连这么一点点的心愿对我来说都是奢望。妈，不要把我们的疏离延续到下一代，好吗？就是你始终看不上的那个女人，她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做母爱。
妈，彤彤，我先带回去几天，过几天再把她送回来。你好好休息。彤彤，奶奶对你严厉也是为你好呀，因为奶奶心里最爱彤彤了。小汽车坏了，妈妈再给你买个新的，好吗？不好，那是向叔叔送给我的礼物。向叔叔，向俊说，他毕竟是彤彤的亲叔叔，所以送礼物给彤彤，我也不好拒绝。我忘了告诉你了。爸爸，你给我买个小汽车好不好？爸爸一定给你买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汽车，好不好？好，我最喜欢爸爸了。那你现在赶快去睡觉，好不好？好。走。阿桑。哎，彤彤乖，走，咱们去睡觉。彤彤的那个礼物，礼物而已。彤彤不是说了她最喜欢爸爸吗？哦，彤彤这几天都会待在这边，你可以好好照顾彤彤。那厉伯母那边，我妈最近情绪不太好，让彤彤离开她几天也是好事。今天有没有因为彤彤的事情跟厉伯母吵架？我们两个只会用这种方式交流。周某，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好吗？厉伯母她身体不好，所以情绪上有些急躁。可是不管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都应该理解她。毕竟，你是这个世界上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我妈对你那么不好，你还处处为她着想。可能我们都是单亲妈妈的缘故吧。一个女人单独带着一个孩子，其中要经历的苦难，常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更多的理解她，多去感受她内心的苦。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怕的不是别人骂我是私生子，也不是被人欺负，是看到我妈妈躲起来一个人偷偷的哭。那时候我就会想，我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成功，这样我就可以有能力去保护她。不让他受到任何人的欺负。现在我成功了，可是我们两个的沟通方式变成了习惯。我妈对我的严厉和我的叛逆，你为什么不尝试去改变呢？你觉得我妈她会那么容易改变吗？你都没有试过，怎么知道改变不了呢？其实，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都希望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厉伯母也是一样的。我妈要是能多了解你一点就好了。所以，周某，不管是为了彤彤，还是为了我，你都应该缓和和厉伯母之间的关系。毕竟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如果厉伯母心情不好的话，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就永远不能公开。我也会找机会，努力的
让李伯母她接受我。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你跟他说。别呀，你决定的，你跟他说吧。什么事儿啊？两个人都那么严肃。创美从下个月开始会并入梁氏集团。什么？创美所有的业务和人员暂时不做调整，将会一切如常，但会挂牌成为梁氏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我希望你们能理解。你所持的股份，我会向梁瑞强以书面文件的形式表述清楚。你是说，创美已经卖给了梁氏？为什么？现在创美已经走入正轨，并入梁氏未来发展前景会更好。你也这么想吗？我的能力有限，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是个好结果。我以为你会把创美当成你事业的开端，可是突然就这样卖了，就是因为梁氏抢了我们不少业务吗？我是在寻找一个对大家都好的解决方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稍等。湘君，你跟我说句实话，你为什么要放弃创美？不为什么，最近我事情太多，也顾不上创美的业务，接下去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事，不如把创美交给更合适他的人。那你觉得梁氏是你最好的选择吗？当然了，能与梁瑞强抗衡的人没有几个。难道你希望我把他交给厉仲谋？他不会打创美的主意。你那么相信他？如果你心意已决，一定要把创美卖给梁氏，那么我辞职。原因呢？我和梁家之间有误会，你不是不知道。我可不想到头来，面对的还是梁瑞强。哎，那是以前的事情了，你不必耿耿于怀。大不了我跟他说一声。不用了。其实我早就已经想好了，这个月结束后就辞职。为什么？我想多一些时间陪彤彤。这就是你的理由吗？以前你要上班，要带儿子，每个月的薪水都不够花，你现在吃穿不愁，而且还有人帮你照顾儿子。你真的要这样吗？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借口，而且，你心里应该明白，我离开创美的原因。所以你何必要多问呢？他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值得你放弃那么多？也许你会认为我没有什么志向，但在我心里，家庭还有亲人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做一点点牺牲，可以让他们更安心、更快乐，那我觉得是值得的。对了，你父亲最近怎么样啊？不太好。方便说吗？反正这件事也瞒不了，我也没打算瞒。到底什么事儿啊？我父亲肝功能衰竭，已经到了末期，只有换肝才有希望。怎么会这样？那如果换肝的话，风险大吗？手术本身成功率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找到合适的肝源才行。而且我父亲是 IH 阴性 O 型血，属于极其罕见的血型。我的血型碰巧又和他不一样，所以我不能捐肝给他。他现在只能过一天算一天。怎么会这样啊？想要进行肝移植手术，在直系亲属中最好配对，但血型要相同才可以。虽然我很想帮我爸，可是现在事实就这样。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刻，
我却帮不了他，他只能去依靠另外一个人，一个他本来最不想面对的人。那你是指？他给了他不完整的生命，不完整的家。他没尽过做父亲的义务，留给他的只有遗憾。他怎么可能去求李仲谋呢？我爸说了，宁可就这样走了，也不愿意提任何要求。这是多讽刺的一件事儿！也许他早已经厌倦了人世，真的想离开了。可我不能就这样看他离开，只要还有一线生机，我绝不会放弃。喜欢吗？喜欢。今天我把这里都包下来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不知道。是我们俩结婚1个月的纪念日，所以啊，我想跟你单独在一起好好庆祝一下。还有，以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你跟彤彤。哎，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我辞职了。反正做生意这方面我也不是很懂，我只想做一些让你开心的事儿。真乖。讨厌。请坐。谢谢。喝酒吗？好啊。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你知道。向义，他得了肝功能衰竭，医生说需要换肝才有救。向俊告诉你的？不是，是我无意中听到的。向俊，他没有办法给自己的父亲捐肝。所以，仲谋，当初如果不是你的话，彤彤有可能就救不过来了。今天，你能不能给你的亲生父亲捐肝啊？我知道，在你心里，你很在意这份感情，毕竟你们是血脉相连的。血脉相连是什么意思？他心里只有那个人。那个人才是他正统的儿子，才是他的亲人。我呢？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人又帮不了他。这或许就是天意吧。不管怎么说，你现在已为人父，你有勇气承担这一切，是因为你经历过这种痛苦。可是，向伯父跟你不一样。我想，他对你有多深的感情，就有多害怕面对你。仲谋，不要因为你的怨恨，而做出一个无法挽回的决定。不然到了那个时候，你怨恨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你为什么这么抗拒自己的感情？他需要你，你帮帮他好吗？你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说服我去帮他。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亲人。是因为我们是亲人，还是那个人叫你来说服我？你是说向俊吗？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我是为了你。为了我，还是因为你觉得你对他有愧疚？
所以你想让项家圆满，让我自己来牺牲。其实你的内心里真正想帮的人是项俊吧？仲谋，你为什么非要这样理解？仲谋，事实很难让我有其他的理解方法。我们的公益慈善基金运转如何？运转良好，分别用于教育、老人福利，还有妇孺救助、医疗等等。那受我们捐助的医院里面哪一家治肝比较有名？治肝？厉总，你不会想去做就是了。好，我这就去查。记得调查的范围广一点，我要知道，包括一些国外的资源，尽快向我汇报。是。小病毒快点摆好，你抓紧时间准备啊！哎，好。这儿快。还有这个，我刚得到消息，梁瑞祥今天会亲自出席。哦。如果你感觉不是很方便的话，我找人替你。没有，反正我都准备辞职了嘛。今天这种情况，我不帮你谁帮你啊？谢谢，够捧场。跟我客气什么呀？行了，快去忙吧。好，我来帮你张罗张罗。我去了。嗯。梁总，好。哎，梁总，好久不见了。梁总来了。老夫人，好久没见啊。梁总，你好，请问创美是一家非常小的电子公司，你们为什么想要收购它呢？这个创美虽然小，但是它的经营管理都非常好。我们有意进军这个电子市场，所以创美会是我们优秀的先锋队。那请问，创美是不是向先生送给梁氏的礼物呢？创美并入梁氏是我的荣幸。梁小姐与向先生是在约会吗？梁总，请问您对此事怎样看呢？哦，这个年轻人的事情我是从来不过问的，但是有一点，我在这方面还是挺开通的。梁总，据我们了解，你们即将合作开发全新的旅游项目，这个项目投资近数十亿。本来您是要在向氏与厉氏两大企业当中选择一个合作对象，那目前看来，您是选择向氏跟你们合作吗？好，这些事情嘛，还都在商谈当中啊，恕不方便奉告啊。啊，梁总，啊，好。哎，梁总，再跟我说一下吧，梁总。再问一下吧。那我们下次梁总，很长时间，梁总。你好，你好。梁总，我们一会儿就按照这个流程进行。你说创美这么小的一个公司，梁氏怎么会看上眼？你们先去吧。而且梁瑞强还亲自出席，我看这事儿一定不简单。向毅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向俊现在接他的班，最近又跟梁小姐关系特别的密切。我在想，他多半是想靠联姻来重振向氏。有钱人就是这样，婚姻就是筹码。快点，快点。你今天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嘛。你别听那些记者胡说。什么？联姻。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解释，我就是不希望。发布会快要开始了，我们过去吧。一会儿结束，等我一下，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下面有请双方嘉宾上台合影留念。好。林特助来了，请问一下，你今天也是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吗？是啊，我是代表厉氏来向梁总道喜的。我来恭喜梁先生成功收购创美，从此梁先生也加入了竞争激烈的家电市场。
那请问一下，怎么没有看见厉总来到现场呢？他是否想放弃与梁氏的合作？厉氏怎么看待这次收购呢？之前有传闻说厉仲谋与梁月琪小姐也有发展的可能，能否说一下两个人关系的进展呢？大家不要多猜了，我今天只是单纯的道喜，不好意思。哎，林特助，林特助，梁总，好，恭喜啊！好，不好意思，今天厉总有事，实在赶不过来。哈，你看，厉总真是有心呐。家电市场并不是我们梁氏的主要业务，我只是想完成女儿的一个心愿，让她玩玩罢了。你看，厉总安排你亲自前来道贺，感谢啊。哪里？来，咱们一块儿合个影吧。好，好，来。梁总，请问您对未来的发展有信心吗？对未来规划有什么想法吗？是啊，梁总，跟我说说吧。未来的规划前景非常。梁氏成功的收购了创美，这回你高兴了。媒体朋友对我们梁氏的厚爱，谢谢大家。你专程来恭贺，厉总一定有什么指教，我也想洗耳恭听。向律师，你太客气了，我们厉氏还应该向向氏接班人多多学习，对吧？建东，仲谋怎么会让你过来呀？厉总只是让我单纯的道贺，你别多想。只是这样吗？你要不信的话，要不给厉总打个电话？啊，没事的话，我先走了。你现在有空吗？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哦。什么事情啊？你能不能不要辞职？我已经决定了。梧桐，我希望你留下。除了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以外，其实我也确实有一些私心。啊？我需要你帮我。你的意思是？能够救他的人，只有厉仲谋。活体宣干，厉仲谋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去求他，我只能求你帮忙。我希望你能帮我化解厉仲谋对我们向家的怨恨。我？是的，你留在创美，将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的目标是那个大项目。什么意思啊？梁瑞强计划在三亚开发一个小岛酒店式旅游，投资很大。向氏实际上没有办法单方面独立投资。我其实很希望厉仲谋也能够参与，如果他能放下心结，我才算是完成了我父亲的心愿。你是说，你希望化解你们之间的恩怨？是的，父亲不愿意让他捐干，他已经决定要顺其自然的离开。我是想，如果他离开之前能够看到我们兄弟二人和解，也算了却他人生中的一大心愿。湘君。你是真的放下对厉仲谋的怨恨了吗？怎么说，他也是我大哥。不管我父亲能不能活下来，我都不想他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帮我说服他和我携手。只要你能够还留在创美，我们之间就有机会化解恩怨。那，你让我再想想吧。梧桐，谢谢你。来吃苹果。妈妈陪我玩球。彤彤，自己玩好不好啊？好吧。好了，乖，去吧。小心啊。今天下班这么早啊？要不要吃点水果？听说你们今天的发布会很成功，业内人士现在都在等着看，我们厉氏跟向氏拼个你死我活，来争取梁氏的旅游项目。向俊已经决定和梁瑞强合作。他们怎么合作，我没有兴趣。我只想知道，我的老婆要帮他们工作到什么时候。我跟你说，你不要生气好吗？因为现在创美已经并入了梁氏，有很多工作要交接，
张元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我没有辞职。上次不知道是谁跟我说过，我跟彤彤更重要。是我说的，没错。可是我……其实你是为了他，对吗？啊，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怎么样？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改变主意？你讲点理好不好？当初我和张元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他帮了我们。他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我真的不能甩手不管的。你既然这么想感激他，那你就留在他身边吧。反正他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女人，你自己小心一点。他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人。那他是哪一种人？他为什么要接近梁月琪？不就是为了要争取旅游项目吗？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啊。那，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为了他的父亲。很好啊。他现在在你的心目中，已经变成最孝顺、最能干、最好的男人了。你干嘛？吃醋啊？好了，仲谋。仲谋。仲谋，你吃点面吧，一晚上都没怎么吃东西。就吃这个？我知道我做的不好，你勉强吃一下吧。我会尽快报出一班的。老公，你不生我气了，对不对啊？梧桐，我再怎么说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你可不可以为我想想？我只希望跟老婆能过安稳的生活，我不希望每次都因为外界这些事情，搞得我们这么不愉快。我知道，那我们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的。我说了呀，我会报厨艺班，等以后有时间了，我还会去报茶艺呀、插花什么的。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彤彤的，只要为了你和彤彤，让我学什么都可以的。那这样，过2天陪我去趟美国。啊？我们可以去散散心。最近烦心事很多，觉得有点累了。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了吧。你想，彤彤也需要我的照顾啊，而且创美现在正在交接，不要每次都拿彤彤当挡箭牌。跟我出一趟国有这么困难吗？创美在你心里面就那么重要啊？哎，你干嘛？怎么说2句气又来了？老公，我现在真的有点疑惑，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你、太迁就你，所以你一直都没有放正你的立场？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做真的很过分？我哪里有过分啊？那我也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你和向俊之间能够化解仇恨啊。而且我觉得厉氏和向氏联合起来，跟梁瑞强合作也是很好的呀。你以为我们30几年的恩怨，就凭你几句话，我们就可以化解吗？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老公，你别生气。啊。出去吧。
出去。哦。